凌晨1点40，你第4次拿起手机，屏幕光照到脸上，你的眼睛是干的。你知道不会有回复，但你的拇指还是按了刷新，下拉、松手、转圈，空的。你知道凌晨不会有人回邮件，你也知道刷新不会改变任何结果，但你停不下来。那个小小的下拉动作，轻轻的、无声的，就是你的焦虑替你做的最小一个决定。越是认真祷告的人，这个动作越熟悉。你祷告过的，就在2个小时前，你跪在床边，很认真地把那件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说交给你了。你关了灯，闭上眼，躺下来，3分钟不到，脑子启动了。明天那个报告第3页的数据还没改，医生那边的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。如果他还是不回消息，你要不要再发一条？你没有请这些念头来，他们自己排着队走进来的。你的嘴巴还停在阿门的尾音上，你的脑子已经在替明天排演所有可能出错的剧情了。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件事？你焦虑的时候，脑子里排演的全是灾难，从来不排演神迹。你会想面试砸了怎么办？不会想万一面试比预期顺利10倍呢？你会想检查结果出了坏消息怎么办？不会想如果一切正常呢？你的焦虑不是客观分析，它有方向，永远指向最坏的结果。它不是在帮你做准备，它是在替恐惧做广告。大部分人会告诉你这叫忧虑，你需要更多信心。但今天我不打算说这些，因为我发现了一件事，你的焦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，它有一个你从来不会想到的名字，这个名字会让你不舒服。我先说一件和信仰没关系的事，你现在在呼吸，你不用想，它自己在跑。从你出生那一刻到现在，你的身体每天做2万多次这个动作，你从来不用管。但如果我现在跟你说一句话，请注意你的呼吸，试试，不对了吧？突然每一口气都变得故意的、笨拙的，你甚至不知道该吸多深才算正常。你在做和30秒前完全一样的事情，但因为你把控制权从身体手里抢过来了，它就变得费力、不自然，让你浑身不对劲。你很想赶快忘掉这件事，回到刚才那个什么都不用想的状态，但你越想忘掉，就越在注意它。手动呼吸久了什么感觉？头晕、胸口闷，不是因为缺氧，是因为你在做一件本来根本不需要你做的事情。你的身体原本自己跑得好好的，你非要接管，接管完了就卡住了。你对信靠做的就是这件事，而且你做的比手动呼吸还彻底。呼吸你只接管了一个，信靠你把每一个环节都接管了。信靠本来也是自动的，它是你和上帝关系里自然运转的部分，你不需要每一步都停下来检查，我信了吗？信够了吗？这个信法对不对？它自己就会运转。但你的焦虑做了一个动作，它把信靠从自动挡切换成了手动挡，于是你开始一帧一帧的审核。祷告完了，你在心里检查一遍，他真的听到了吗？我的措辞够不够诚恳？是不是应该再说一次？读完一段经文，你复盘一次，我理解对了吗？有没有断章取义？要不要查一下原文？做完一个决定，你再审核一轮，这到底是上帝在带领我，还是我自己想多了？每一步都没有错，但每一步你都在手动操作，所以每一步都让你更累。你知道一直手动呼吸最后是什么结局吗？不是呼吸停了，是你累到忘记了呼吸的目的是活着。你不是信心不够，你是把信心从自动挡切成了手动挡，然后累死在方向盘上。上周日，你站在会众中间唱诗，嘴巴在唱我要全心信靠，旋律很好，歌词很对，但你的肩膀在你耳朵旁边，你的后牙在咬，你的胃是紧的，你的嘴巴在唱一首关于放手的歌，你的身体是一块攥紧了的拳头。不是你虚伪，是你的肌肉比你的嘴巴诚实。嘴巴说我信，身体说我在接管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结果。你唱完那首歌，走回座位，坐下来的第1秒，你打开了手机，你看了什么？你自己知道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，你手动检查的方向永远是一样的，哪里出了问题，哪里可能出问题，哪里还没出问题，但你觉得迟早会出。你从来不手动检查哪里出了意外的好事，从来不。你的手动系统只有一个扫描方向，往坏的地方。
所以这不是信心不够4个字能打发的事情。你的焦虑是一个系统，一个只往一个方向运转的永不关机的手动系统。你用了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认出过它的样子。更关键的是，它比你想的更会伪装。接下来这段话可能会让你有点不舒服，但如果你今天只打算听5分钟，就听这5分钟。你的焦虑从来不会说我要控制一切，没有人会这样形容自己。他有一套自己的台词，而且每一句都写得特别体面。他最常说的一句，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真人报告交了没有，确认明天的安排没有遗漏，确认上帝有没有在处理你祷告了3遍的那件事。确认这个词太好了，他把控制包装成了负责，包装得干干净净，你连自己都骗过去了。你说完阿们，眼睛还没睁开，脑子已经在动了。对了，那个数据明天一早要改，医生那边不知道出结果了没有，他还是没回消息怎么办？你的嘴巴还停在祷告最后一个音节上面，你的思维已经重新接管了。从祷告到焦虑不到30秒，你甚至不是有意的，它是自动启动的，就像你之前是手动呼吸一样，你越想停，它越跑。你管这叫什么？认真、负责、谨慎？让我帮你翻译一下。我只是想确认一下，翻译过来，我不确定上帝能处理好这件事，让我自己先过一遍。我就是放不下心，翻译过来，我不相信在我不盯着的情况下结果会是好的。我这个人想的比较多，翻译过来，我觉得我比上帝更清楚这件事可能往哪里出岔子。翻译完了，每一句认真负责的话翻译出来都是同一个意思。我坐不住，我得自己来。你还觉得这是美德吗？周日你从教会出来，坐在停车场的车里，引擎还没发动，手机备忘录打开着，上面2个列表，一个叫本周感恩3行，最后一行还是上上周写的，一个叫下周待处理，写满了1整屏，往下滑还有半屏。你刚从里面出来，牧师讲的是不要忧虑，你当时点了头，还记了一句笔记。现在你坐在车里，编辑的是那个更长的列表。你的祷告30个字，主啊，我把这件事交给你。你的预案300个字起步，还附带时间表和备选方案。你对上帝的信不超过1段话。你给自己买的保险写了1整页。3000年前有人说了6个字，人心多有计谋。后半句你可能更熟一点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大多数人看后半句，所有的讲道也讲后半句，但你再回头看前面，就1个字，多。你的计谋是多的，上帝的筹算只有1个，你有47套备案，他只有1套。认真回想一下，你上一次祷告完，关灯躺下，脑子里没有追加任何一条备注，没有对了明天还有那件事，没有不知道他会不会，是什么时候？你说得出来吗？你说交给你了，你的脑子说等一下让我再过一遍。你管这叫交托，但那不是交托，那是汇报。你只是把情况通报了一遍，然后继续自己处理。有一种基督徒祷告的姿势是跪着的，脑子的姿势是站着的。焦虑的反义词不是平安，平安是结果，不是动作。焦虑真正的反义词是臣服，但这只是第一层，还有更深的一层。你的焦虑不只是你在做的事，它已经变成了你是谁。你试过不焦虑吗？不是压下去那种，不是告诉自己别想了，然后硬撑3分钟，是彻底的根本性的不焦虑，什么分析程序都不启动，就坐在那里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排演，什么预案都不做，整个大脑彻底空下来。如果你诚实，你会承认那个状态让你害怕，不是怕出事，是怕那个不焦虑的自己你不认识，你从来没见过他，你做了太久那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了。朋友找你聊事情，因为你考虑周全。家里但凡有什么决定，最后整理利弊清单的是你。教会里你是很认真的那一个，每次祷告会你带领，读经计划你从不落下，别人有难处你第一个伸手。你把自己和操心绑在一起太久了，焦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你正在经历的一种状态变成了你是谁。
你放不下它，不是因为你放不下那件事，是因为放下之后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摆在你面前只有3个选项，你把每个选项的利弊都列了出来。你跟朋友聊了2次，你为这件事祷告了4个晚上，你搜了每个选项可能的后果，你反复看同一篇文章看了3遍，然后你做了什么？你又回到第1个选项，重新分析。1个星期了，选项没变，分析没停，你甚至又加了几条新的考虑因素，清单比7天前更长了，但你离答案更远了。你不是在做决定，你在用分析拖延那个需要信心才能迈出的一步。因为一旦你踏出去，分析就停了。分析一停，那个靠分析维持存在感的你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，手里突然没有东西可以翻来覆去的想，那种空才是真正让你不安的。大多数人在问怎么停止焦虑，但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焦虑停了，你还剩下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这到底是什么？你给它起过很多名字，忧虑、谨慎、负责、信心不够。但如果我把这些名字全部抹掉，看他做的事，控制、接管、审核，替上帝排演剧本，替上帝评估方案，有没有可能他真正的名字是一个你从来不会用在自己身上的词？有没有可能他叫骄傲？你先别急着摇头，我讲一个人的事给你听。耶路撒冷有一个水池叫毕士大，靠近阳门，池子旁边盖了5个廊子，有顶的那种，能遮太阳，能挡雨。廊子底下躺满了人，瞎的、瘸的、瘫的，他们都在等同一件事，水动。据说池水搅动的时候，第一个下去的人就能得医治。没有人知道水什么时候动，可能今天，可能下个月，没有规律，没有预告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那里等。有一个人在那里等了38年，38年，你想一下这个数字，不是1个星期，不是1个冬天，是38年。他整个成年生活都在这个池子旁边度过的。他看过无数次水动，每一次都有别人比他先下去。他看着水面从翻涌到恢复平静，一次又一次又一次。他甚至知道每次水动大概会持续多久。他对这件事的了解可能比任何人都多，但了解没有让他离医治更进一步。那5个廊子替他遮了38年的太阳，38年的雨，遮蔽让等待变得可以忍受。而可以忍受这4个字比绝境更危险。绝境逼你求变，可以忍受让你留在原地。那个廊子遮住的不只是太阳，它遮住了他改变的可能性。38年里，他建好了一整套为什么我不行的分析体系。没人帮我，时机不对，我腿不行，条件不具备，每一条都是真的，每一条分析都成立。但这些正确的分析堆在一起，堆成了一堵墙。墙里面是他和他永远在运转的分析，墙外面站着一个不需要池水搅动就能医治他的人。他正确的分析遮住了正站在他面前的答案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穿过廊子走到他跟前，站住了，看着他，然后问了他一句话：你要痊愈吗？这个问题只需要1个字回答，要或者不要。他张了嘴，嘴唇动了一下，没有说要。他说：先生，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你听到了吗？耶稣问的是你想不想好，他回答的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好。一个是意愿，一个是分析。38年了，他分析到连要这个字都说不出来了。他的分析系统已经完全接管了他的意愿。他不是不想痊愈，他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想要了。他最大的瘫痪不在腿上，在脑子里，那台永远不关机的分析机器。但这还不是最深的那一层。耶稣听完他这段话之后做了什么？这个我先不说，先说回你自己。你在厨房炒菜，锅铲在手里，你的成年孩子上周做了一个决定，你不同意，你已经说了，你也祷告了，
那是4天前的事了。今天是周五，你在翻炒的时候突然停住了，锅铲举在半空，油在锅里响着，你听不见，因为你的脑子又启动了。如果他真的那样做了会怎么样？你开始排演第12个版本了，每个版本的结局都不好。你的手在做饭，你的脑子在拍一部灾难片。这部电影永远不会上映，但你每天晚上都在剪辑新一集。你甚至剪出了几个导演剪辑版，加了更多灾难细节，更长的坏结局。你关了火，菜糊了，你没注意到。把你每天在枕头上做的事情摊开来看，你在做什么？排演结果，制定预案，模拟对策，评估风险。这些动作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叫规划。规划有一个前提，规划者需要掌握全局信息，拥有最终决策权，并且对结果负全部责任。在你和上帝之间，这份岗位描述属于谁的？你每一次在枕头上替明天写剧本的时候，你做的事就是坐到上帝的办公桌后面，打开他的文件夹，用红笔批注他的方案。这里不行，风险太大，这个时间表太慢了，我有更快的路线，这个结果我不接受，给我换一个。你的眼睛闭着，你的被子盖着，但你的脑子坐在一个不属于你的位子上，在做一份不属于你的工作。你不会用嘴说我比上帝聪明，你当然不会。你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你是一个很认真的在信靠上帝的人，但你的行为每天晚上都在替你说这句话。你做一个测试，今天晚上祷告完了，看你能不能10分钟之内不碰那件事，不是压下去，不是转移注意力，是真的彻底的放下，不在脑子里打开那个文件夹，不追加任何一条备注，不翻一遍预案，就10分钟。你会发现你做不到，可能3分钟就破功了。不是因为那件事太重要，是因为处理那件事已经变成了你坐着的那把椅子。你在上面坐了太久了，久到你以为那是你自己的位子，你从上面站不起来了。但最难的不是承认你一直坐在那里，最难的是，如果你真的站起来了，你面对的是一片空白。你做了太久那个替所有人操心的人，你不知道不操心的自己长什么样子。那片空白，什么都不用操心的安安静静的空白，比焦虑本身更让你害怕。你宁可继续累着，也不敢面对空下来的自己。所以那个词，我现在要把它说完整了。我前面问过你，控制、接管、审核，替上帝排演剧本，替上帝评估方案，有没有可能它的名字叫骄傲？我现在想跟你说，不是有没有可能，它本身就是。你做的每一件事，关灯之后替明天写剧本，在枕头上批注上帝的时间表，用47套预案覆盖上帝那一套筹算，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的前提，你看的比上帝清楚。你不出手，事情就没人管了。你不会用嘴说这句话，但你的行为每天晚上都在替你说。但这种骄傲不是你以为的那种，不是昂首挺胸的那种，不是目中无人拍着桌子说我最行的那种，是低着头的，弓着背的，咬着嘴唇的，深夜2点翻来覆去替上帝操心的那种。看起来像忧虑，像疲惫，像一个被压得喘不过气的可怜人，但骨子里是同一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做上帝的工作，你觉得你不做就没人做了。还有一层你没看到的，你说过一句话，也许不止一次。你说我信不过自己，听起来多谦卑，谁听了都会觉得你很认真。但你停下来听一下这句话的逻辑前提，我信不过自己成立的条件是什么？是事情的结果取决于我。你在否定的不是你的能力，你在否定的是你做这份工作的水平。什么工作？上帝的工作。你甚至在否定自己的时候，都是站在那个不属于你的位子上否定的。如果事情根本不取决于你呢？那我信不过自己，整个就不成立了，轮不到你信不信得过。这事从头到尾就不归你管。真正的谦卑不是我不行，是这不归我管。你一直在说前一种，你以为那就是谦卑，但那是骄傲最安全的藏身之处。
它让你一直坐在掌控的位子上，一直在苦，一直在累，同时还觉得自己是那个受委屈的人。骄傲让你苦到以为自己不可能是骄傲的，这就是他最厉害的地方。但上帝不会把你的伤口揭开然后转身走掉，他不是这种人。但你先别急着去抓出路，在那之前你得看到最后一个陷阱。你刚才听到骄傲这2个字，你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如果你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我不信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我得改，我得处理这个骄傲的问题，我要变得更谦卑，我要学会真正的放手。下次祷告完，我一定不再打开那个文件夹，我要把预案删掉，我要做一个不控制的人。你听到了吗？你又在做了。你刚刚被告知你最大的问题是控制，然后你的第一反应是控制这个问题。你在用骄傲来对付骄傲，你在用制造了问题的那套系统来修复这个问题。你列了一个如何不再列清单的清单，你排演了一出如何不再排演的剧。这是最后一个陷阱，也是最深的一个。它让你觉得只要我再努力一点，我可以自己走出来。你走不出来，不是因为你不够好，是因为你用来走的那条路本身就是圈，你越走越深。所以出路不在你手里。所有人都跟你说放手，你也想放，但放手这2个字对你为什么那么难？因为放手的隐含意思是你手里有一个东西，你需要把它丢掉，丢了就没了。对一个已经习惯了控制的人，你让他放手，等于让他把唯一能让他觉得安全的东西扔掉，他怎么可能扔？但如果那个东西从来就不是你的呢？你在上帝的办公桌前坐了太久了，你手里攥着的那些东西，方案、预案、剧本、时间表，没有一份写着你的名字，全是他的。你不需要放弃什么，你是在归还，把不属于你的东西放回原处。放弃是痛的，归还不痛。归还是你终于站起来，把手里的文件放回他的桌面，走回你自己的座位，坐下来。你的座位上没有文件夹，没有预案，没有排演清单，只有一件事，靠着。以赛亚书里有一句话，你可能读过很多遍了：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多数人读这句话注意的是后面十分平安。好东西我要，怎么拿到？前面说了艰辛依赖，好，那我得用力信靠，打起精神来信靠，咬紧牙关信靠。但艰辛这个词，它的原文不是坚强的心，不是你咬着牙攥着拳头努力让自己相信。那个词的意思是被支撑的心思，是你的想法终于靠在了某个东西上面，不是你在用力，是你终于有东西可以靠了。你知道焦虑的心什么样吗？是一颗不肯靠在任何东西上的心，它自己站着，自己撑着，自己转，它很累，但它不肯靠，因为靠过去意味着你不再自己控制重心了，你把重量交出去了，你的脚不完全踩在地上了，那个失控的感觉就是你最怕的东西。但艰辛依赖说的恰恰就是这件事，不是用力信靠，是让你的心思靠过去。你想象一个人一直自己站着，站了很久了，膝盖在抖，后背绷了太久，已经发僵了。他终于碰到了一面墙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后背靠了上去。那一刻，不是他在用力，是墙在承受。他的膝盖还在抖，但重量已经不全在他身上了。平安不是你努力信出来的奖赏，平安是你靠过去之后自然发生的事。现在我可以把毕士大池的结局告诉你了。那个躺了38年的人，耶稣问他，你要痊愈吗？他没说要，他给了一段分析。水冻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耶稣听完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件事，他没有走进这个人的分析框架，没有说好，没人帮你下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，没有跟他讨论池水什么时候搅动，搅动多久，怎样可以第一个到。38年的分析，他一个字都没有回应。他说了下面的话：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38年，他在那些廊子底下建起来的所有东西，
没有人帮我，时机不对，条件不够，我的腿不行，全部作废。不是被反驳了，不是耶稣拿出更好的论据一条一条跟他辩你错了，是被绕过了，整套系统被绕过了。耶稣根本不进你的框架，不在你的分析里面跟你谈，直接给你一个动作，起来。你知道最让人安静下来的部分是什么吗？他38年的分析每一条都是对的，确实没人帮他，确实他够不着水面，确实每次都有别人比他先到，他没有撒谎，他的分析没有一条是错的。但耶稣不需要他的分析对还是不对，因为耶稣根本不用那个池子，池水搅不搅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套系统，这个人花了38年建起来的为什么我不行的体系，从一开始就是多余的。你也一样，你的分析可能全是对的，那件事确实有风险，那个人确实可能让你失望，那个结果确实有3种不好的走向，你都没说错。但那些分析对着上帝来说是多余的，他不需要你替他分析就能做他要做的事。你以为你在等候上帝，但你一边等一边在干什么？打开手机搜替代方案，问朋友意见，列一个万一不行的清单。你嘴上说我在等，手上在监工，那不叫等候。等候的意思是你坐在那里不动，不搭备用道路，不替他修一条以防他那条不行的路，就在那里什么都不做，等。那个摊子最后确实站起来了，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是什么感觉？你想一下，38年没有动过的腿，38年没有站直过的身体，血重新流进膝盖以下的一瞬间，不是轻松，是刺痛。像冬天在外面冻了太久，你回到屋里握着一杯热水，手是木的，感觉不到杯壁的温度，然后血开始慢慢流回指尖，那个过程是痛的。那个刺痛不是失去的痛，是恢复的痛。恢复是痛的，但那是好的痛。那片空白，你害怕了那么久的空白，不是废墟，是你归还之后终于腾出来的空间。但空了之后你干什么？这是你一直挡不过去的问题。你怕那片空白，因为在你的逻辑里，什么都不做等于什么都不管，等于不负责，等于万一出了事是你的错。不是的，你从那个不属于你的位子上站起来，不是撂挑子，是归位。你回到自己的地方了，那个地方不需要你管别人的文件夹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。下一次那个念头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它还会来，也许今晚就来。做3个动作，3秒钟够了。第1秒，察觉焦虑的念头浮上来的那个瞬间，认出它，不是压下去，不是骂自己怎么又来了，就是看见它，像看见一个走错了房间的人，你看见了，你又来了。第2秒，命名，不要说我又在焦虑了，换一个词，说我在越权。这不是文字游戏，焦虑听起来像你在受苦，越权听起来像你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。同一个状态，2个名字，名字一换，你的下一步就跟着变了。我在焦虑的下一步是怎么办？我在越权的下一步是退回来。第3秒，归还。一句话，出声说也好，心里说也好，这一件事不归我管。为什么不是我把这件事交给你？因为交给你的前提是这东西在你手上，你要做一个动作把它递出去。不归我管的前提是你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东西，你不需要交，你只需要把手拿开。交出去是一个用力的动作，不归我管是一个松开的动作。你已经用了太多力了，你不需要再用一次力，你需要的是松。说完这句话，做一个动作，双手摊开，手心朝上，什么都不抓，让它空着。3秒钟，察觉、命名、归还。每做一次，你就从那把不属于你的椅子上站起来一次。你不需要一次做到永远不坐回去，你会坐回去的。也许今晚就坐回去了，没关系，你只需要每次察觉到的时候站起来。100次里有30次站起来了，就比昨天好。30次变50次，50次变70次，不急。你心里现在可能有一个声音，但是时间呢？那件事什么时候才有结果？
什么时候情况好转，什么时候这段等待结束。你最想控制的那件事，不是结果，是时间。你能接受结果在上帝手里，但你想知道他打算什么时候给。时间表你要握在自己手上。有一句话写在很久以前，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晃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你听见了吗？有一定的日期，不是没有日期，是那个日期不在你的日历上，它存在，它已经被定了，只是不归你知道。你不需要知道那个日期是哪天，你只需要知道它有了。手拿开，日期归还，剩下的是空的。那片你害怕了很久的空白，但它不可怕了，因为空不是你丢了什么之后剩下的洞，是你归还之后终于腾出来的地方。那片空白是你自己的位子，你只是太久没有坐在上面了，久到不认识它了。你回来了，坐下来。好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着我做一件事，不需要跪下来，不需要找安静的地方，不需要先准备好，就你现在待着的地方，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替你说几句话，你可能一直想说，但不太好意思开口的那种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上帝，我有些话要跟你说，不是体面的那种，是一直压在心里没敢拿出来的那种。我祷告完会再想一遍，每次都是嘴上说交给你了，关灯躺下，不到3分钟脑子就启动了。不是觉得你没听到，是不太放心你会按我希望的方式来处理。我怕你处理的速度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怕你让我等的时间比我能忍受的更长，我怕你的方案里有我不喜欢的部分。我享受焦虑带来的控制感，嘴上说不想要，但你如果今天真的把我脑子里那套分析系统关掉，我会害怕，因为它跑了太久了，它很累，但它让我觉得自己在做事，在负责，在掌控着什么。没有它，我不知道该干什么，那种空我受不了。有的时候我祷告不是在跟你说话，是在跟自己确认，我至少做了点什么，做了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，对吧？但如果那个点什么本身就不归我做呢？如果我的祷告只是为了让自己觉得我尽力了呢？你说放手，我怕放了手事情会变糟，我怕我不盯着的那一刻你就走了别的路，我怕你选的路线我接受不了，我怕你觉得好的结果不是我觉得好的那个。我知道这话在说什么了，我在说你处理不好，我在说如果不是我盯着，结果就没有保障，我在说我比你可靠。我知道这是什么了，但这个词我还是说不太出口。有一句话我一直没敢说，我一直以为我是在信靠你，每次祷告很认真，每次跪下来都是真心的，我不是在演。但今天我看见了一件事，我坐在你的位子上坐了很久了，我不是信心不够，我是太大了，大到坐了你的位子，大到在你的文件上动红笔，大到觉得如果我不替你想周全，你的方案就不够保险。我骄傲了，这4个字说出来比我想的更难，嘴唇动了好几下，因为它不像我认识的那个词。我认识的骄傲是张扬的，是目中无人的，是拍着胸口说我最行的。我不是那种人，但有一种骄傲是安静的，是低着头的，是累到喘不过气还不肯松手的，是一边流泪一边替上帝值夜班的。他穿着忧虑的衣服，说着负责的台词，流着辛苦的眼泪，谁看了都觉得这是一个可怜人，但骨子里是同一件事。我一直在服侍，一直在替别人操心，一直在祷告，我怎么可能是骄傲的？但那些操心每一件全是我站在你的位子上做的，那些失眠的夜晚不是我勤勉的证据，是我越权的证据。那些替别人做的分析不是我爱他们的证据，是我不相信你在爱他们的证据。我穿了一件看起来像忧虑的外套，穿了很多年，所有人都觉得我是一个很辛苦的人，我自己也觉得。但今天我把外套翻过来了，里面裹着的是骄傲。今天我把它脱下来了，这从来就不是我的工作。我现在
把它们归还给你。那些我替你排演过的剧本，明天会怎样，下周会怎样，那件事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，归还给你。那些我替你制定过的预案，如果 A 不行就走 B，B 也不行就联系 C， 归还给你。那些我以为必须替你想到的万一出错，万一失败，万一他不回头，归还给你。那些我剪了一遍又一遍的灾难片，连导演剪辑版都加了，归还给你。那些剧本从来不会上映，但我每天晚上都在后期。那些我用来证明自己在负责的深夜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那些夜晚，归还给你。那些夜晚不是勤勉，是我在你的办公桌后面加班，那个位子我站起来了，文件夹放回去了，红笔放下了。那份工作不是我的，从来就不是。我不再替你做工了，我在松手，你知道吗？我攥了很久，手指是僵的，现在一根一根在松。小指先松开了，然后无名指，然后中指，很慢，因为攥了太久，指头不太听话了，每松开一根都有一点刺痛，血再重新流回去。松开了，手心朝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掌心上有印子，4个弯弯的指甲印，很深，那是我用力太久留下来的。它们会消的，但现在还在。我看着它们不害怕，因为那些印子不是在说我失去了什么，是在说我终于不再攥着不属于我的东西了。我的心不再自己站着了，它靠在你身上了。膝盖还在抖，后背还是僵的，但重量不全在我身上了，是墙在承受。我不需要用力了，墙比我结实。上帝，你一直都在，是我一直没肯靠过去。我一直自己站着，站得太久了，以为那叫坚强，其实那叫不肯信你接得住我。今天我靠了，明天那件事还在，后天那个结果还没出来，那个人还是没有回消息，医生那边的报告还没出来，面试的结果还没通知，什么都没变，但我变了。我不再站在你的位子上了，我不再替你加班了，我不再是那个想的比较多的人了，我不需要那个名字了。今晚关灯，脑子如果启动了，我说4个字，不归我管，然后手心摊开，然后靠过去。那片空白我不怕了，那是你给我腾出来的地方，我的位子，我终于回来了。你对那个躺了38年的人说了一句话，起来。今天你也对我说了，我起来了。阿们。